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参加高中班主任的退休典礼，多年未见，同学们依旧将贬低我这个穷状元当作乐趣。尹林峰把我大学被骗进传销退学的事情添油加醋传播，取笑我要是讨不到媳妇，可以把家里离异带娃的远房表妹介绍给我。他吹嘘年后即将和瑞阳地产达成合作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我轻笑，他父亲没告诉他吗？瑞阳地产的负责人姓穆，我牧羊的牧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奶奶过完80寿辰后，就一直念叨着想老家了。于是我和雨竹带奶奶回老家过年。住上一段时间，刚回到村子，屋子还没打扫干净，就遇到了不请自来的老同学。李雄打量了一下屋子，眼里的鄙夷和优越感不加掩饰。哎呦，牧羊，10年不见，当年的现状元终于想起回老家了。说话时还刻意地卷上衣袖，露出自己的大金表。他说明天是高中班主任杨老师的退休典礼，在酒店订了桌子，到时候很多以前的老同学都会去，让我一定要参加。当初杨老师对自己还是不错的，这次回来本就有意要拜访，我没拒绝。第二天，临时订好的礼物出了点问题，雨竹说是难得回来参加一次聚会，迟到不礼貌，让我先去参加，自己去取礼物，稍后会合。刚下出租车，就遇到了李雄和几个人正往里走。大家快来迎接一下我们的理科状元牧羊。虽然多年未见，我还是很快就认出来了他们，都是以前的同学。看着我的眼神从惊讶转为嘲讽戏谑。牧羊，你怎么还穿着高中的旧校服来参加宴会？不会这么多年了，当年的状元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，还捡穿高中校服吧？何源说完还夸张地捏住鼻子。我就说怎么刚刚闻到了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啊？源哥，穷酸味，哈哈哈。我平淡地看着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校服是李雄昨天给的，说这次主题是怀旧，大家一起穿校服，给杨老师一个惊喜。他们还是喜欢把捉弄贬低我当作乐趣。跟着大家一起进包厢，杨老师看到我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你也回来了，真好，穿起校服和当年还是一模一样。我还没开口和杨老师寒暄，李雄便迫不及待开口。看来贫穷才是保持身材的秘诀。你看看我们这几年大鱼大肉吃多了，都发福了，就我们牧状元还清瘦的和当年一样。其他人笑着应和，就是就是，我现在都开始有3高了，医生都让我少吃点鲍鱼燕窝，要多吃些清淡小菜。我就羡慕牧羊这样的身材，可惜了，吃惯了山珍海味，还真过不了吃糠咽菜的苦日子。杨老师有些不满地瞪了开口的人几眼，不要理他们。我笑着拍拍老师手背，宽慰他，表示自己并不在意。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，大家无一例外盛装出席，女的花枝招展，背着自己最名贵的包，男的西装革履，戴上最闪的表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饭局也是名利场，3、5成群，大家聚在一起寒暄，相互吹捧。我难得在这种场合寻得清静，和杨老师唠家常。菜上齐之后，尹林峰和何童雅才姗姗来迟。风少，没想到你也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在上海过年不回来了。李雄立马就起身，快步迎了上去，弓着身子，一脸谄媚的笑，态度与面对我的时候180度大转弯。上海早待腻了，偶尔换个地方过年挺好，而且
穆状元也回来了，我能不来吗？尹林峰从进来开始，眼睛就一直在打量着我，和大家一样，满是轻蔑，还有幸灾乐祸。他选了我旁边的位置坐下，然后一把搂住何童雅。牧羊，好多年没见了，过得怎么样啊？还记得小雅吧？你的青梅竹马。何童雅嗔怪着推了尹林峰一把，然后快速带着满满嫌弃地瞥了我一眼。同村罢了，什么青梅竹马？尹林峰见我不搭话，有些不满意地皱起眉头。穆状元怎么不说话啊？这么多年，大家可是每次聚会都念叨着你呢，都是念叨着编排我呢吧？牧羊当年可是状元，多么威风，这混得不好，自然不好意思回来。对呀，当年牧羊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呢，老师们的心肝宝贝。要是换成我，啥出息也没有，都不敢见以前的同学。我看着一张张陌生又熟悉的脸。当年高考前，我被校园暴力，他们有的是施暴者，有的是旁观者，脸上也是挂着这样的表情，有嘲讽，有幸灾乐祸，有冷漠。我中考全县第一，可以去市里上高中，但县一中给出了丰厚的条件，免除3年学杂费，每年1万助学金，只要我一直是年级前3，每个学期还有助学金。为了减轻奶奶的压力，我留在了县一中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大家口中的励志学霸，人穷志不穷。高一下学期，尹林峰转学到了班级，他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是富二代，天之骄子。期末考前，他让我给他抄答案，我拒绝了，之后便被他带头针对。高2重新分班，何童雅来到了我们班，我们是一个村子的，很小就认识了，自然来往会多一些。他发育的比同龄人快一些，长得也要好看一些。尹林峰女朋友换了又换，只要是长得好看的女生都会被他沾染。在宿舍的时候，我听到他和其他人讨论何童雅，他们猥琐下流地评论着女生的身材、容貌。我私下提醒何童雅要远离尹林峰，他一脸惊慌，表示一定会躲着他。那时年少，没有看透他惊慌失措外表下眼神里藏着的期待与兴奋。后来当我在校门口撞见尹林峰拉着何童雅把人往摩托车上带的时候，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制止，结果被他身边的小弟拉到角落拳打脚踢。他们嘲笑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和尹少爷抢妹子。何童雅站在远处，冷眼看着我被殴打，拽着尹林峰的胳膊，轻声解释，指责我多管闲事，说我自作多情骚扰他。两人骑上摩托，尹林峰经过我身边时，冲我竖起中指，笑得张扬轻蔑。第一次在校园里被打，我告诉了老师。尹林峰被叫家长后，他看我的眼神都像淬了毒。他之后收敛了一些，没有明面的报复，也不敢让人在我身上舔伤口。而在我放松警惕时，他却用更加恶劣卑鄙的手段捉弄我。第一次英语听力测试开考前，我被何童雅欺骗。他说他妈打来电话，奶奶干活时摔了一跤，不省人事。我打奶奶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何童雅家和我们是唯一的邻居，我没有过多怀疑。坐上车才发现开车的是尹林峰身边的一个小弟。情急之下，我选择跳车，一瘸一拐赶回去，还是错过了听力考试。英语听力考试2次取最高分，计入高考成绩，我比别人少了1次机会。那天我站在考场外，看着出考场的同学们涌出，尹林峰就在人群中冲我吹口哨挑衅。然而他还是小瞧了我。我沉下心准备第2次听力，考取了满分。我只用1次机会，依然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
雨竹的电话把我从回忆中拉回，他说已经处理好，10分钟左右到。我挂断电话，立马有人八卦：牧阳，你和谁打电话呢？那么温柔，难道你已经有老婆了？想到雨竹，总能驱散我的阴霾。未婚妻，但还没举办婚礼。牧阳，你现在的条件谁跟了你不得跟着吃苦？你与其拖累别人，不如给自己找个有钱富婆嫁了呢。李雄跳出来，张嘴就是污言秽语，惹人烦。牧阳，我有个远房表妹，刚离婚不久，有一个娃，家里可有钱了，她就喜欢你这种穷书生，要不我把你介绍给她，你还能少奋斗几年。尹林峰拍着我的肩膀，笑得很放肆。风少的表妹，那即使二婚也是你高攀了，而且你看娃都有了，多好啊！一下子就人生圆满了。你能少奋斗多少年？他们一唱一和的出言侮辱我。杨老师听不下去，怒拍桌子，让两人少说几句。我却是一脸淡然，甚至还扯开嘴角笑了笑。早知道这次是场鸿门宴，可惜我不是当年畏首畏尾、孑然一身的牧羊了。他们现在越瞧不起我，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，就打脸得越惨。我不介意让他们多蹦跶几下。掐着时间，我去门口接雨竹，他把手里的礼盒递给我，我笑着牵起他的手。他向来注重仪式感，这礼盒上的花一看就是他亲手系上的。进入包间后，他看着一屋子衣着各异的众人，明显愣了一下。不是说你们要穿校服吗？我捏了捏他的掌心，宽慰他。我猜对了，是场鸿门宴，只是没想到从邀请开始就耍心眼了。众人眼神在我们两人身上打转，明显被雨竹惊艳到了。她上身穿着白色新中式衬衣，下身黑色马面裙，头发用簪子挽住，古典知性，优雅大方。介绍一下，我的未婚妻林雨竹。雨竹微笑着和众人点头打招呼。我们在位置上坐定，众人才回过神来。我知道你。最远处的一个女人激动地走过来，看着面熟，但我记不起她的名字。你是电影学院的教授，之前网上传出来了一段你上课的视频，可火了。在知道雨竹的身份后，尹林峰几个人面色又黑了几分，脸上寻不到一点刚才的笑意。没想到牧阳这么厉害，未婚妻是大学教授呢。只是林小姐不是我们本地人，不知道对你未婚夫的过往知道多少呢？李雄说这话的时候，满脸都写着我有瓜，快来问我。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知无不言。阿阳一直都很优秀，那你知道他高中时偷同学的钱，抽烟喝酒被记过吗？李雄自说自话，绘声绘色地讲起当年的事情。班里同学的生活费200块钱不翼而飞，最后被同学在我的课本里翻到，我抵死不承认。老师因为我的成绩好给了我一次机会，结果我明面上是3好学生，背地里却是烟酒不忌。老师在我的包里搜出香烟和打火机，我被记过，取消奖学金。这些事情确实发生，但却是恶人先告状，始作俑者就是李雄。钱是他威胁那个同学藏在我书里的，烟是他自己抽的，因为撞上抽查塞进的我包里。那个时候的我孤身一人，面对这些有意栽赃，无法自证清白，百口莫辩。我握紧拳头，之前的诋毁我都无所谓，但是当年因为他们陷害我失去奖学金，奶奶为了挣钱瞒着我没日没夜的干活，落下了严重风湿，没办法根治，一直饱受折磨。雨竹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，温柔握住我的手，轻拍着安慰我。比起外人口中那些真假难辨的过往，我更相信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我知道阿阳不是那样的人，大家原本还一脸的看热闹，不嫌事大。他们盼望看着皎洁如月的雨竹，因为这些不光彩的过往和我不痛快，没有看到心目中的一幕，又一脸的不甘。送礼的时候，我拿着盒子默默等在最后。大家送的礼物价格都差不多，我的礼盒最小，再次被嘲讽。牧羊，你当年好歹也是杨老师的得意门生，怎么就送个这么小气的礼物？里面能装啥？杨老师摸索着盒子，没有马上打开，说重要的是心意。但是身边的众人一直说他们想瞻仰一下我这个状元会送什么。杨老师一脸为难看着我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难堪。我笑了笑，示意老师可以打开看看。随着盖子打开，众人看着里面安静躺着的车钥匙，沉默了。我去，牧羊这么有钱吗？随随便便就送辆车，这车钥匙是真的吗？刚刚牧羊都是打车来的，要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，怎么自己不开？别是假的吧？没准下去一下，其实是辆电动车，怎么可能？你看钥匙上的车标，几十万的车呢，说送就送。比起别人的疑惑和惊讶，李雄的脸色却是变了又变，原本嘲讽的话都到了嘴巴，只能咽回去。这车是真的吗？牧羊，你不要为了撑面子买辆二手车来糊弄老师啊！他的话让大家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怀疑和探究，有的已经认定这就是真相，看着我带了不加掩饰的鄙夷。车子是昨天订的，手续齐全，刚办下来。如果有疑问，可以去检验，就停在楼下呢。我说着，将雨竹递给我的发票拍在桌子上，淡定地对上众人审视的目光。30多万，这发票看着不是假的啊！杨老师吓得连忙摆手拒绝，直说太贵重，不能收。我再三宽慰表示只是一个小心意，他才勉强收下，脸上终于绽放笑容。这些年你人没回来，逢年过节的都会寄来礼物，你说自己过得很好，我就怕你是强撑着不想让我担心。现在看来你真的成功了，老师很开心。吃完饭之后，杨老师就先离开了，我和雨竹也想跟着离开，结果被拦着不让走，说是难得一聚，今天要玩尽兴，不醉不归。我笑了笑，是玩得不够尽兴，还是欺辱我不够尽兴呢？众人脸色一白，默不作声。李雄愤愤不平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牧羊，看来你混得很不错嘛，大学进传销被退学，还能娶到白富美，我们怎么就没这么好的命啊？果然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小白脸就是比我们这些人吃香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他的话让周围的人都议论纷纷。牧羊居然还进过传销，他读的可是最好的大学，怎么还被退学了？我平静地看着已经因为嫉妒而面目扭曲的众人，见不得我的一点好，总是想办法抹黑我来安慰自己。雨竹握着我的手捏紧，明显在压抑着怒火。阿阳当年不是被退学，而是去国外留学。当年的事情我比你们清楚，他被人坑害，骗进传销，却能通过自己的勇敢和机智逃出来，并且解救了其他的受害者。大姨假期，奶奶生了场大病，需要高昂的手术费。那段时间，我想尽一切办法兼职赚钱。当时隔壁学院的同乡学长说介绍我一份家教，工资很高，我便火急火燎去面试了。到了才发现自己被骗进了传销窝，和我一天被骗进去的还有一个高中生段毅。他嚷嚷着自己爸爸很有钱，让他们赶紧放了他。我连忙捂住他的嘴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进了这里怎么可能被放出去？知道家里有钱，只会被欺负得更惨。
骗取家里更多钱罢了。我们在里面待了4个月，身上的东西被洗劫一空，每天接受洗脑，反抗就会挨打挨饿。段义身子瘦弱，每次挨打我都会护着他，替他承受了很多拳脚。那阴冷潮湿的地下室，过了很久，回忆起还是觉得头皮发麻。我每一分一秒都无比煎熬。奶奶的手术迫在眉睫，我却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，联系不到我奶奶，该怎么办？我尝试着逃跑，但连地下室的门都出不去，只要有一点想走的迹象，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我只能顺从他们，假装被洗脑，花了2个月才一步一步获得信任，趁着看守的人放松警惕时逃了出来。劫后余生在派出所时，身子还在发抖。我第一时间联系了奶奶，接电话的是雨竹。雨竹和我是同班同学，她是高岭之花，家世好，长得好，学习好。她有很多的追求者，却和我亲近。被这样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喜欢，任谁都会心动，哪怕明知自己和她的差距，却也忍不住靠近这份温暖。在我失踪的这段时间里，他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，他替我去照顾奶奶，并瞒下了我失踪的事情，只是说我参加一个封闭式训练，没办法回来。他的妈妈是市医院的医生，在他的帮助下申请到了医院特别救助。奶奶的手术很成功，当时没能将那个传销窝点一网打尽，有2个人逃了出来，被警方四处通缉，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。他们气急败坏后决定要报复我。在宿舍楼背后的小道里，我被敲了一棒球棍，差点被绑走。刚好段义带着家人来学校找我，救了我一命。段义是个货真价实的富二代，父亲是知名企业董事长。他和家人说了我保护他的事情，他们一定要感谢我。我拒绝了他们给的银行卡。他父亲提出那2人还没有抓到，传销窝点那么多，今天的事情还会再发生。他建议我为了安全考虑出国留学。我并没有立马接受这个提议，可是之后的周末，我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。医院的护士还说有人向他们打听奶奶的信息，心中警铃大震。我接受了段家的帮助，并坚持签下合同。他们现在资助我的钱，工作后我一定会如数奉还。段家说段义是他们的命根子，我救了他，哪怕就是给我公司股份都愿意，不求回报。但是拗不过我，奶奶被接到段家。段义说家里一直缺个保姆，找不到合适的。我知道他们是想帮我解决后顾之忧，但不想给我增加压力。出国的飞机上，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加倍刻苦，学成归来，报答大家。惊喜的是，半年后，在一个阳光温暖的下午，我在图书馆前见到了林雨竹。他笑着和我打招呼，以后又是同学了，请多关照。被骗进传销的事情对我来说并不算人生的耻辱，它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与人相交，保持着警惕心，而且如果不是误入传销，我也不会遇到人生的贵人。毕业后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段义爸爸的公司。我终于兑现了当初的诺言，努力工作，给公司带来巨大利润，是当年他们投资在我身上的数倍。后来我辞职出来自己开公司，也是得到了段氏的许多扶持，否则我这样一个毫无家世背景的小毛头，哪能短短几年就在资本市场站稳脚跟。我有幸抓住了房地产和互联网的风口，事业蒸蒸日上。知道我现在是自己开公司之后，有几个人凑过来说着表面恭维的恭喜话：牧羊，你是做什么生意？以后大家要是有相关需求，也可以帮衬着一点，做些小投资罢了。
房地产之类的。我没有直接说出自己公司的名字。你也搞房地产？风少家是房地产大佬啊，你还不赶紧敬风少几杯，让他以后多带带你。李雄一扫之前的阴霾，神情再次变得高傲。尹林峰也是坐直了身子，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戏谑，又回到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我们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小门小户都合作的。不过牧羊我们毕竟是老同学，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你跟着捞点好处。我也不是随便什么公司都合作的，就不劳尹公子费心了。尹林峰以为我会巴结他，却没想到直接开口就拂了他的脸面，气急反笑。牧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多少人想和风少合作都没有机会，做生意可不能意气用事啊。对面的老班长有些责怪地看着我，接着又讨好地看向尹林峰。林峰，我昨天还见到你父亲了，尹总也回来我们小县城过年吗？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机会拜访一下。尹林峰看着满眼谄媚的班长，态度并没有友好多少。我爸回来是要和瑞阳地产谈合作的，他日理万机的，哪有时间见你们？大家又是一阵惊呼。瑞阳地产，那可是现在房地产的龙头老大啊！对啊，之前他们开发的一个楼盘，我们去看了一下，那价格我就是奋斗100年也买不起。我听说他们老总是海归，可有钱了，就是人很低调神秘，都没见过他公开露脸。风少，要是和瑞阳地产达成合作了，那以后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啊！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，帮衬着我们点啊！被大家簇拥着巴结，尹林峰一脸的得意享受。他身边一直一言不发的何童雅也是不由自主地直起身板，一副与有荣焉的模样。对了，童雅，你和风少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还等着喝喜酒呢，也让我们见识一下有钱人家的婚礼是什么样的。那个女生说完就被旁边的人拉了回来，小声和她解释：结什么婚啊？人家尹林峰和他就是玩玩，身边女朋友换得比衣服还快啊！我不知道，以前他们不是感情挺好的吗？有钱人哪有真心啊？再说了，尹林峰家世摆在那里，这样的家庭最讲究门当户对了，怎么可能让何童雅一个不知名小模特进门？两人说话虽然压低了声音，但是我们在旁边的几个人还是一字不落地听到了。何童雅死咬着自己嘴唇，脸憋得通红。我给雨竹倒水，无意间和他对上视线，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我却是装作没有看到，别开视线。雨竹附在我的耳边小声说：要是他们知道瑞阳地产是你的产业，怕是要气死。我和他相视一笑，尹林峰倒是对得起他这个二世祖的身份，知道家里合作对象，也不上点心打听一下。他居然不知道他爹心心念念巴结的瑞阳地产老总姓穆，我牧羊的牧。我开始期待他知道真相的表情，还能维持现在的高高在上吗？一说到工作，立马就变成了大型的攀比吹捧现场，混得好的都在见缝插针说着自己现在在哪高就。李雄吹捧完尹林峰，也是一脸得意地说起自己已经跳槽了，到现在的新锐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听说那个公司待遇很好啊，工资都是我的2倍了。一个身穿格子衫标准 IT 男一脸羡慕地看着李雄，待遇确实不错，前面发年终奖，我一个刚入职的发的比我之前在的那个国企多了好多。大家又是一阵感慨，有人开始打听公司是否还缺人，有没有跳槽的机会。李雄拍拍胸脯说，公司人事是自己媳妇长辈，有机会一定推荐大家。我皱着眉头听完，
摸索着无名指上的对戒，思索着，看来年后有的忙了，手底下的公司都该整顿一下。手机铃声响起，我和雨竹示意去门口接电话，刚按下通话键，谄媚的声音就传来：穆总，过年好啊，我是尹东人，想和您谈谈合作的事，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有空？哟，尹总，这大过年的，您都不休息一下吗？这合同没有签下，我是年都过得不安稳啊。您看之前谈的都差不多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把字签了？既然你都千里迢迢追着我到了老家，我也不好一直推脱。我现在就在盛林大酒店参加聚会，你可以过来，我们再谈谈。好的，好的。真巧，全子也在那个酒店，不知道您在哪个包厢，我让他先来和您打个招呼。我扫了一眼，包间里依旧盛气凌人的尹林峰。不用，已经见过了。我说完就挂断电话。我坐回雨竹身边，笑着和他说：待会有好戏看了。尹林峰的手机很快就响起，他收敛了自己的张扬，一脸严肃拘谨地接起电话。看样子他很怕他父亲，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。尹林峰眉头是皱了又舒展。你们知道今天这家酒店还有什么聚会吗？挂断电话后，他看向大家，一脸急切地问：不知道啊，没听说。这大过年的，应该只有我们吧？我看其他包间都是空的。尹林峰一脸疑惑，那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我爹会说瑞阳集团老总也在这个酒店参加聚会？大家听了倒吸一口气，喜上眉梢。真的吗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人物，要是有幸能够结识一下就好了。对呀，不过那样的大人物怎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呢？相比起众人的躁动，我和雨竹则继续一脸淡定地兀自喝茶，仿佛周遭的喧嚣都与我们无关。尹东人来得很快，我把包厢号发给他，他很快就带着助理推门进来。尹林峰立马迎了上去：爸，你不是去见瑞阳老总吗？怎么来我们包厢了？见到自己儿子的尹东人也是一脸惊讶，正要开口，就看到了他身后的我，脸上立马堆起笑容。穆总，没想到你居然也是杨老师的学生啊，真是缘分啊。他说着就激动地过来和我握手，他的话让现场炸开了锅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尹林峰爸爸管穆阳叫穆总，不是说他爸要见的是瑞阳地产老总吗？难道穆阳是瑞阳地产的？尹林峰他爸对穆阳态度那么巴结讨好，我看就是了。天哪，穆阳怎么会是瑞阳老总？他家里不是一直很穷吗？众人议论纷纷，这一次无一例外的都是不可置信。李雄和尹林峰已经呆愣在原地。爸，你说穆阳是？林峰，这位就是我和你说过的瑞阳底长的穆总，快来认识一下。我抬手示意不必，我们认识。尹东人兴奋地搓搓手，那真是太好了，一直不知道穆总和全子是同学，不然早该让他来拜访的。尹东人盛满笑意的脸，好似觉得这次的合作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还想借着昔日的同学情谊和我套近乎。可惜了，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。爸，你别被人骗了。尹林峰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拉着尹东人再三确认，没有礼貌，穆总怎么可能是骗子呢？他可是业内炙手可热的新贵，能合作那是我们尹氏的福分。我双手抱在胸前，微笑着开口：尹总，我们这个合作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毕竟尹公子说了，你们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公司都合作的，我小门小户的，还入不了他的眼。尹东人听完脸立马就黑了，瞪着尹林峰：你个败家玩意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又不知道他就是瑞阳的老总，我还以为他只是开了个小公司，
尹林峰身上已经寻不到一丝之前的高傲，一脸挫败。穆总，我儿子不懂事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听他胡扯。可是我和令公子有很大的过节，让我和以前校园暴力我的人合作，我还没那么大方。我的话让尹东人脸都白了，他盛怒之下直接甩了尹林峰一巴掌。混蛋，还不赶紧赔罪！我不！尹林峰一脸不服地看着他父亲。爸，他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道歉了，他也不可能和我们合作，他就是想要我丢脸。尹东人恨铁不成钢地跺了跺脚。你要气死我！你知道这些合作对我们多重要吗？他说完，又一脸讨好地来到我面前，再三恳求着我能够不计前嫌，不要取消合作。尹总，我们没法合作了。之前不知道你是尹林峰父亲，不然我一开始就会强硬拒绝。你还记得当年尹林峰的高考推送名额是怎么抢来的吗？尹东人被我的话刺激到，身子晃了晃，差点没站稳。你是当年的那个年级第一？没错，我就是当年那个穷学生，明明是年级第一，却被你们陷害，夺去推送名额。高考前，我也是无意中听到尹林峰和他爸打电话才知道，他之所以从上海转到这么个偏僻县一中，就是冲着学校的推送名额来的。我们县一中是上海重本的帮扶对象，每年有3个名额，被推送的人只要高考过一本分数线就能上他们学校。尹林峰的成绩不差，但不在前3。当时原定的3人中，我是最没有争议的，因为稳居第一。而剩下的2人虽然成绩不稳定，但也是第2名的常客。尹东人让尹林峰想办法从3人中挤出1个名额，另外2个人虽然成绩不如我，但是家里多少有些背景，一个父母都是学校资深教师，一个父亲是教育局领导，这2个人不好下手，而家境贫寒，没有背景的我是最好的选择，所以我才会被疯狂针对陷害。身上背着处分的人怎么配有推送名额？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终于明白，即使我同意帮他作弊，不去见义勇为，我还是会被针对。因为这个名额，我一开始就是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明明是尹林峰抢走了我的名额，却因为做贼心虚而变本加厉欺负我，生怕我出人头地，有一天知道真相会报复他们。我被骚扰得无法在学校里静下心学习，考前1个多月就申请回家自习。还好，即使没有名额，没有降分录取，我依旧靠自己的裸分考上那所大学。尹林峰大一时候把我骗进传销的那个同乡学长，是你指使的吧？我逃出来后，他被逮捕了。他说有人告诉他我那时发疯般想要赚钱，所以他才会注意到我，觉得我肯定会上钩。尹林峰看向我的眼神是惊慌，是恐惧。不可能，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。说完，他急忙捂住自己的嘴，瞪着我。自打你陷害我抢走名额后，就特别害怕我会出人头地。大学里你千方百计地打听我的消息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他当时一说我就知道是你，只是可惜了，没有证据。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幸运的是我只用了10年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你们欺压的少年了。以前你们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用奶奶威胁我，我不是你们对手，现在今非昔比了。尹林峰，你做好失去一切的心理准备了吗？包厢里一片寂静，除了我说话的声音外，甚至连大家的呼吸声都听不到。众人被我的气势镇住了。尹东人终于承受不住打击，一个踉跄跪在地上。逆子，尹氏要败在你手里了。
尹东人说完，又拽着尹林峰，他想让尹林峰给我下跪道歉，让我高抬贵手放过尹氏。尹林峰抵死不肯，两人对峙了半晌，他才不情愿地弯下膝盖。我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我被他们堵在校外群殴，跑去报警，结果被拦在了警察局门口。尹林峰报出我的家庭地址，说他们是打了我，可他们是未成年，不会受到多大惩罚，而奶奶年纪大了，受不住他们的惊吓。我放弃了报复，崩溃恳求不要找奶奶的麻烦。他说：“那你跪下，给我磕个头，我就不去找老人家麻烦。”我冷眼看着跪在面前的尹林峰，这一跪是你还我的，但剩下的账还清不了。尹东人被扶着走出包厢，嘴里喃喃自语说着完了，完了。我当然不会放过尹氏。之前他们请求合作的时候，助理就说过，听说这家公司做事不太守规矩。现在既然结仇了，我不介意辛苦一些，查查他们的底，也当是为社会清除不良企业做贡献了。李雄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听到牧羊身份吓到了，害怕也像尹林峰一样被报复啊？你怕什么？你又不是他瑞阳地产的员工，就是你一个搞互联网的八竿子打不着，你担心什么？李雄没有理他们，而是打开手机拨打电话。大伯，我们公司老板叫什么？挂完电话后，他整个人都颓废了不少，遭受了巨大打击，缓慢走向我，每一步都好似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对着我90度鞠躬。穆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您。李雄，下次跳槽记得问清楚自己老板是谁，不然欺负到老板头上多尴尬。李雄听完我的话，头又更低了几分。我没有继续和他废话，人我是一定会辞的，不辞对不起当年受折磨的自己。我以前一直不明白，李雄也是家境贫寒，为什么要看不起同样贫穷的自己？后来生意场上混多了，我也就想通了，因为都穷，看到我被欺负，他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我，所以拼命巴结施暴者，把矛头指向我。他或许可怜，但并不无辜。这一次我要离开，再没有阻拦。大家神色各异，嘲讽过我的人低下头不敢看我，隔岸观火的人满脸庆幸，欲言又止。第二天一早，家里拜年的人络绎不绝。老家这个小房子里，第一次来这么多访客，都是昨晚的那些老同学，一夜之间就都换了一副面孔，巴结讨好的神色，比起对尹林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穆总，你这老房子过于简陋了，要不我找人修缮一下？对呀，穆总，这环境有点委屈您了。我在盛林酒店订了房间，要不去那住吧？当初杨老师对自己还是不错的，这次回来本就有意要拜访。看墙房子之前和奶奶提过重建，但奶奶拒绝了，一年就回来那么1、2次，而且也想保留之前的模样，留个念想，所以我只是让人简单翻新了一下。我一一拒绝了他们，表示自己想安静地和家人过个年。他们离开前还一直说着都是老同学，以后要常联系。尹东人和李雄打过电话求情，我都回年后再谈。这个年我过得很开心，通体舒畅。有些人就没那么开心了，他们应该和我当年一样焦虑惶恐吧。年后上班第一天，李雄被辞退，还有他口中那个权势滔天的大伯一起。而尹东人，业内传出我们有恩怨，没人敢和他们合作，墙倒众人推。尹东人之前做的那些不正当竞争被挖出来，引发全网谩骂。看到尹氏申请破产的新闻时，我正在陪雨竹试婚纱，帘子拉开，他笑着向我伸手，我坚定地走向未来。
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